Hello，我是33。今天这一支影片是久违的爱用品，每一次爱用品都说是久违的，但这次确实第一季爱用品来的有点晚，现在已经5月了。但是呢，这一集也蛮丰富的，有差不多10样商品，从3C 产品、生活用品、零食、书跟电影全部都有。马上来分享第一个，就是这一台 GR4。大家应该蛮不陌生的，因为它红了很久。我也是从 GR3 的时候就一直在观望，到现在终于出4了，一定要把它拿下。2月的时候在台湾买的，买来之后每一趟出门都很愿意把它带出门。它主要是我拿来拍照的，我就没有使用它的录影功能。它很红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真的是所谓的口袋机，我都是背着一个小配件的感觉，这样背也 OK， 然后想拍的时候就可以直接这样。我觉得它最强的是它开机很快，这件事情好像听起来还好，可是它非常非常重要，尤其它是作为一个街拍相机，在路上拍摄的时候，希望你拿起来的时候就已经可以马上拍。所以这件事情就打趴很多其他相机了。读研究所的时候，就是有买一台也是要作为街拍相机的功能 ，Sony 的 RX100M7，那台其实也非常好用，而且它是20到70的变焦，拍起来也是很好看。它的小缺点就是开机速度还是要再等那个1秒，就差了这么一点，不然的话那一台就真的是完美，而且它是掀盖式，它的掀盖是可以整个掀起来，然后这样看得到自己的。但这台没有掀盖之外，它还是定焦 28mm， 所以你就知道开机速度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。对我来说，还有一点就是因为它很轻便，操作又非常直觉，所以我要请我先生或者请别人帮我拍照的时候，他们不会有任何压力。其他我比较专业的那些相机，请别人拍的话，他们有压力之外，我自己也会有点压力。有些人就问我的菜单，其实我是蛮随意的。我是用它的负片，然后调一点点对比跟饱和度，再各加2个，差不多就这样子。所以我现在用它，基本上拍完之后我就不会进电脑了，主要用这台拍就是放社群为主，所以它可以直接连到手机就直接上传，还蛮方便的，就不用再把它记忆卡拿出来。还有内建53GB 的记忆体，所以就算忘记带记忆卡出门，你就也不用太担心。很多人就是在讨论要 28mm 还是40，我个人是喜欢后期再构图的人，所以我会倾向买广角一点的，就是 28mm 的。所以如果还有人在犹豫要不要买 GR 系列的话，我是觉得完全不用犹豫，可以直接入手。然后应该会有人问这个摄影师 Louis 他自己出的皮的肩带，很简约轻便，好搭配。但我觉得它带一个圈圈的话，我觉得可能会更好，因为现在就是会有点卡卡的，所以我这边的孔就是一直有被这个铁圈用到有点掉漆，或者是我要再加一个绳子，但我有点懒惰，所以现在就这样。哦，然后还有蛮多人会买闪光灯接上去的，我其实有买2个闪光灯，我觉得这个型号是最不会让它看起来很笨重，变得很大台的。然后如果有 GR 的话，一定要去无印良品买这个收纳包，完全是它的尺寸。如果你没有用背带的话，它就是会完全刚刚好。但我其实都这样走，就这样。收纳袋它里面还有一个小口袋的挂绳，我就是放在里面。这就是我今年第一季买的最开心的相机了。再来呢是手机壳 Berga 新出的夏日系列，叫做 Mesmery。我很喜欢他们这次的主题，它的意思是午休时光，就是你想象那种地中海的午后，很悠闲，什么都不用干。这系列有很多海洋生物的插图。这一款是美人鱼，叫做 Salty Kiss。那名字超可爱的，想象的画面就是海底浪漫接吻的样子。这一款我是选 Elite Light， 这个型号的手感比较方、比较扎实、比较坚硬的感觉。我最喜欢的款式是 Tough， 因为它的手感就是特别好握，他们所有系列里面最好握的一个款式，是很好拆装的，不会抠到你手指头、指甲裂掉的那一种。然后它稍微还有一点点凸起来，所以我很常这样摔到地上的时候，它就还会有一层保护，不会造成你萤幕裂掉。所以它一直以来就是荣登我最喜欢的款式。这个的图案也超可爱，它就是各种海底生物，有章鱼啊、海星啊、海螺，就是各种。之前在 IG 上出现就有超多人问这一款的，没错，就是 Berga 最新的系列。因为我太喜欢这一系列了，我还订了 iPad 壳，它是可以让它这样站着的。
这边还可以放你的笔，就不会每次都不见，它非常扎实。如果平常习惯裸机的人，可能会觉得有一点点太厚，但是我觉得这样还是比较有安全感。我也有他们装电脑的那个袋子，那个防护也非常好。我觉得防护这一点他们是做得很好的，就是会很有安全感的那种。他们是下单之后才开始制作，所以就可以减少浪费。然后当然这次一样还是有我的折扣码，一样是买2送2，然后折扣都可以叠加，有需要的人可以跟朋友一起凑。现在傍晚时间光一直变来变去。当然是这个 Unipapa 的有序收线快充头67瓦。现在不是行动电源很危险吗？我就想要找替代品，找到 Unipapa 这一颗，我发现我对行动电源的需求其实没有到这么高，因为现在 iPhone 其实出门一整天都还算是够用的。Unipapa 有这一颗，它是插座式的，蛮符合我现在的需求。就是我大概1-2个月就会飞回台湾一次嘛，我这几次都是只有带这一颗，自己有附了一条60公分长的线，我就不用另外再准备，手掌大而已，它就可以充我的 MacBook Pro。Apple 附的那个充电就是蛮大，应该就是这个的2倍吧。它也有附 Type C 跟 USB 的，如果你还要再充其他东西的话，你可以再自己带你自己的线。还有7段伸缩，超强的，这样是最长。然后这样磁吸，有收纳洁癖的人一定会喜欢这一颗。它是有通过 BSI 认证，就是各种安全认证，他们都有通过的。在安全性来说，大家是可以放心的。日本、台湾都可以使用，超级方便。Unipapa 他们最红的不是这个品项，是延长线。那个延长线我也很喜欢，很好用，间隔很大，所以你要放各种充电器的话都不会卡在一起。但我想那个已经很多人推荐了，我就来推荐一个比较少人知道的这一颗。再来是一个主妇爱用的东西，它长这样。大家有没有用过那种静电的除尘纸，或者是鸡毛掸子？这种就是你掸完灰尘之后，它就是会粘在上面嘛。那你等于又要再清这个东西，我就觉得很烦。就找到日本这个牌子叫做基洛君出的这个除尘刷，除了有防静电之外，它就是有附上这个盒子，因为它这上面有一个吸附灰尘的东西。掸完之后，我来看一下这里有没有再掸一些。我现在这里太干净了，反正就你掸完之后。在这边这样子，它就会把你上面的灰尘全部聚集这个盒子里面，最后再把盒子上收纳的灰尘拿去丢掉，你就不会掸完你的灰尘之后，你还要再清洁这个本身。如果是那种除尘纸的话，就每一次除完你就要丢1张，我就觉得好像没有到这么环保。发现这个东西之后，我就觉得。有了这个之后，你就真的会很爱打扫，收集这个灰尘会很有成就感。就是家里的小缝隙那些以前清不到的地方，现在就全部给它清过一遍之后，这空间会有点像是被抛光，会让你觉得很通体舒畅。推荐给跟我一样有强迫症的人。不知道大家每次旅行回家之后都会怎么处理你的行李箱？我不一定会擦那个外层，但是我一定会擦轮子，因为我觉得轮子是最脏的地方，尤其是有时候你滚那个轮子路上碰到路上的积水啊，或者是下雨天，就是会非常肮脏恶心。擦完轮子之后，还是会有一点点强迫症，觉得自己没有擦干净，所以我就会需要一个东西把轮子包起来。之前呢都是用染头发的时候，不是发型师都会帮你用一个塑胶套套住你耳朵吗？保护你的耳朵。之前都是用那个塑胶套套在我的轮子上，但是那个尺寸就不一定吻合嘛，有轮子会没办法整个包住。我就发现大创有出一个专门行李轮子的塑胶套，它其实就跟染头发的那个耳朵套一样，它再更有弹性，袋子再更大一点。这个大小基本上所有轮子都可以包得进去了。回到家，然后把轮子就大概擦一下之后，我就把这个套上去，我的行李箱都可以进到我家里，放到储藏室里面。这个小东西很赞，但是呢，它就是塑胶，抛弃是很方便。我目前还找不到解法，如果大家有更好的方式，不是塑胶的话，可以跟我分享。再来就是零食时间，其实我不算是超爱吃甜食的人，就是偶尔会嘴馋一下的那种。但我通常嘴馋的时候，就是会去吃那种维他命软糖啊，或者是保健食品，这些东西就会有一些甜味在里面，我就会稍微抑制想吃甜食的欲望。然后我也很讨厌就是太甜腻的感觉，吃完之后嘴巴就会。大家应该懂我意思，我很不喜欢那个感觉。有时候吃太多珍珠的时候，也会有这个不舒服的感觉，甜到要一直灌水喝茶去解油腻的状态，我就没有到非常喜欢。但我最近呢，发现这个东西，
布朗尼脆片，是一个泰国的品牌。我跟我先生一吃之后就惊为天人，长这样，上面有一些坚果这样。然后我这个是巧克力海盐口味的，它有出超多种口味，然后也有泰奶的，那个好像算是蛮红的口味，但我还没试过，我就想说先来试这一包看看。一吃之后我就觉得太好吃了，所以要立刻跟你们分享。它吃起来巧克力味非常浓，可是不会腻。最重要的是它是用椰子做的。我呢是身为一个不喜欢椰子的人，完全可以接受椰子的剂量可能3%这种感觉，没有到很明显的椰子味。然后它无麸质、无奶，没有特殊香料，我简直不敢相信。而且它不会很贵，我记得它3包1000日币。再吃一次。我应该还会再去买3包，很扯。再来呢是一本书，如果你是对理财完全没概念，或者是听到理财就有点排斥、懒惰，觉得以后再说啦的这种人的话，因为我以前就这种人，我觉得这本书就是你可以拿来试看看的，叫做《小狗钱钱》，我第一个认真读完的理财书。我以前跟理财相关的书我都会完全看不下去，就看完目录之后就觉得我没兴趣。这一本是让我觉得超好入手，然后不会有说教感。它其实是儿童小说，应该是因为这样，所以让我读得很津津有味。它号称是德国版的《穷爸爸富爸爸》。但我其实没有看过《穷爸爸富爸爸》，如果有人看过的话，也可以分享一下你的心得。是在说有一只拉布拉多的狗，就叫做钱钱，它教一个12岁的小女孩如何理财。对，就是听起来就是一个童书，但是我觉得大人也很值得一读。有提到一个梦想存钱筒的概念，就你要把你的目标具象化，你就是每天会看到这个东西，就会让自己很有动力。然后还有一个是他说到的一个法则，叫做72小时法则，就是说在决定一件事情的时候，一定要在72小时之内去行动，不然的话，通常你就不会再做了。我觉得这一点超级有感的，它就是很薄，很好阅读，一下就可以读完。我应该是在飞机上看完的吧。会一直想要继续读下去，你完全不会想要弃读，跟其他理财书比起来。然后我其实看完之后发现，它有第2集，立刻又把第2集买起来看。但我觉得第1集比较好看，第2集比较像是在讲更多 focus 在做人这件事情。第1集就是用各种比喻、说故事的方式在跟你分享理财这件事情，对新手来说是非常友善的理财书。再来呢，就是最近看到想分享的一部影集跟一部电影。影集呢叫做 Ponies， 台湾翻译叫做凡妇淑女。我觉得这个翻译有点没有这么吸引人，可是内容好看。Ponies 不是小马的意思，它是 persons of no interest， 指那些不会被 KGB 或 CIA 盯上的角色。说到 KGB、CIA， 是不是就觉得跟情报员之类的相关？没错，它就是在讲间谍的故事。它背景是发生在1970年代的莫斯科，冷战最紧绷的那个时期。主角是2个美国外交部的秘书，然后他们2个的丈夫都是在苏联的时候离奇死亡，然后他们就决定要自己去寻找这个真相。然后为了要找出这个真相，他们自己也去当间谍。他们如何成功说服美国外交部让他们当间谍，这故事也很精彩。然后2个演员，其中一个就是 Game of Thrones 的那个女主角龙女，除了就是故事很完整之外，他们的美术设计也做得很好看，服装啊，整个空间的氛围啊。虽然他们的背景设定在莫斯科，但他们很多都是在匈牙利拍的。就虽然那个年代比较封闭压抑，可是因为这2个女主角的性格反而完全不会很严肃。如果你对冷战时期是有点好奇，然后也有点看腻都是以男性为主的那种谍报片的话，这个影集很值得一看。但是我觉得最后1集我没有到很满意，就有一种我就说到这里了，大家去看完跟我讲一下你的感觉是不是跟我一样。再来呢，这部电影是去年上映的日本电影，叫做《国宝》。我们最近才看，就是去年上线的时候，我就有听到很多好评，但一直想着它要看3个小时，就想说等有时间再看，就拖了一阵子。但好看到你会忘记时间的那一种，完全不会觉得看了3个小时然后这部也破了日本的纪录，卖得非常非常好，日本人也非常喜欢。我记得在台湾的评价也很好，是有入选坎城影展的。故事
事也是发生在1960年代，主要是在讲一个黑道家族的这个儿子的成长经历。他亲眼看到父亲在械斗的过程之中死亡，他最后就是进入，这会飘太快，反正最后他就是进入了歌舞伎的这个世界。但是歌舞伎这件事情，它是非常重家族传承的，他是一个非常有天分的人，可是他没有家族的背景支撑之下，基本上他就是一文不值。反正他就是被送到歌舞伎名门世家里面学习歌舞伎。这个名家也有一个小孩，他们两个刚好差不多同年纪，所以他们就变成一起学习。一个是有血缘背景的，一个是非常有才华可是没有背景的人。他们两个的成长故事会遇到很多不一样的事情，然后他们两个又亦师亦友，好像有时候又嫉妒对方，可是又很爱对方，一下是朋友，一下是对手，又是情敌，这种很多很复杂情绪的状态，演员真的都有苦练1年以上，他们是没有请替身的。就知道这件事情之后会觉得很惊人，因为在电影里面那些画面会觉得他们从小就是有练过的感觉。在这之前我对日本的这个记忆不是太了解，原来他们所有女性角色都是男生要负责演出，这2个角色每一次表演都会把自己装扮成女性，然后要模拟那些女性的姿态啊、声音啊、眼神啊、那个动作有的没的，哇，非常非常厉害。然后还有一件事情就是，我看完之后很好奇，就是声音要变得非常尖锐，语调是很 dramatic。一开始听的时候会觉得，他是不是声音坏掉？然后我就去查，就歌舞伎这个东西在以前，它其实是在很嘈杂、混乱的环境底下演出的。在江户时代，这个场所叫做恶所，很吵的环境之下，他们又要把声音投射出去，所以就要用非常比较尖锐、夸张、很华丽又超现实，才能够传递到很远很后面的观众，就是有做特别的发声技巧，推荐给大家。如果大家还没看过的话，非常值得一看。最后是一个也是最近蛮红在 Netflix 上的纪录片《排出毒素》，素是塑胶的素，这个就是看完之后会觉得很恐怖这个恐怖是会觉得哇，原来我吃进这么多塑胶，现代人类大脑里面累积的塑胶可以做一个塑胶汤匙，塑胶分解之后就会有很多那种微塑胶，我们可能看不到的，就是会借由食物啊、空气、水进入我们的身体里。这件事情好像大家都知道，可是都没有把它当成一回事，对不对？这影片就是追踪了6组夫妻，不明原因就是不孕，记录他们90天的减塑实验，只是把生活中的一些常用的那些塑胶制品汰换掉，结果他们身体里面的塑胶含量降非常多，然后6对里面记得有3对就成功怀孕了。看完之后我就立刻把我们家砧板换掉，现在是用木头的，但它也不是为了要造成大家的恐慌，更多的是会鼓励我们去重新检视我们的生活，我觉得每一个人都要去看一下。好，我讲到没声音，然后太阳也快下山了，这就是2026第1季的爱用品们，有哪些烧到的也可以留言跟我说，有需要手机壳的话可以使用我的折扣码。OK。